概在20年前回来我的故乡。那时候云林是很落后的，然后我爸从小给我们讲的故事就是在云林，大家都觉得返乡回来的就是一个失败者才会回来，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不要回来。其实我跟父母的关系是很疏离的，所以我想说回来或许是一个重新修复的开始。后来我去南艺学纪录片之后，我就变成一个纪录片导演，一直在做影像工作。在念纪录所之前，我念的是哲学。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一直谈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在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到了有一个阶段，我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它的最的核心有一些不是那么的真实吧。我所推崇的那种真实的生活都是别人的，都是透过镜头在看他们，而我自己并没有真的活过这样子的人生，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个跳进去里面也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样子的人。那个时候选择的就是务农。在我务农的那个时候，同时也是我人生的谷底。我虽然平常的工作就是拍片以及务农，但是我会在有空闲的时刻，我其实就是开始四处去寻求各式各样的身心灵的课程。然后一直到了最近几年那也觉得我应该要可以把这些所学的东西整合起来，然后觉得自己的某一个内在的整合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然后我就开始往疗愈师的方向去做。疗愈，它就是把一个人接住，就很像土地把我接住。到后面都是在面对的是自己的恐惧，为什么我那么害怕匮乏？如果这些恐惧都消失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可以很简单的。在人跟自然中间，其实还有一个是农村，是田野。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田是一块净土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让它维持在那里。我现在会称我的农法算是友善耕作，它不属于有机，我没有喷农药，我也没有用化肥，然后我自己也没有用有机肥。可是当我自己在接触有机的时候，我慢慢发现有机认证的概念比较多是以人为中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为了让人吃了安心健康。但友善耕作就有一点不同，它比较更多的在乎环境。环境指的不只是作物，还有土壤里的微生物，还有田间的昆虫鸟兽。我比较想要的是一个平衡的方式，就如果你要永续或者说永恒，你一定要取得一种平衡。我说的平衡就是说，他拿他自己要的，不是我们强迫喂他的。生命它的进展是要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在一个时间当中，时间不是直线一直往前而已，它会再回来，就有点像佛教的轮回这样。可是它不是回来，不是退步或者回来在原地一直重复，不是，它是
再回来当中螺旋，但是又前进，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好像又再来一次，可是它其实又有点不一样。你还是要在这当中去完成每一个的生命的阶段，经过一个重新的修复的状态，然后它才能够让人回到跟自然达成一个平衡。